我们学校1000多个女生，就我这样，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是吧？你按照正态分布的原则，那也应该有一个我这样的正态。我一到那个海滩，那个画面映入眼帘的时候，妈呀，对我来说冲击太大了，我根本没有一点缓冲。整个海滩上各种各样的人，男女老少一丝不挂，你就感觉整个海滩上全部都是蛏子。这个去年节目播完哈，有一个商务演出要选几个脱口秀演员，资料全部交上去了，然后甲方把我的照片圈出来，说这男的吧，换个女的，换个女的，哦，是女的呀，换个男的。你感觉他这个话里面他没有任何的性别歧视，他就是单纯的他不要我。我知道我这个样子有的时候看起来跟其他的女生有点不一样哈，我留短发，长得有点像个男的，好多观众有的时候评价我说我有点那种男人以上女人未满的状态。但其实我以前就意识到过这一点了，因为我读中专的时候，我学的是幼教，我们学校1000多个女生，就我这样，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是吧？你按照正态分布的原则，那也应该有一个我这样的正态。只是每次大家在寝室里面换衣服的时候，明明他们都换得好好的，但是只要我一经过哈，他们就悄悄的把那个蚊帐拉一下。那不是蚊帐吗？你感觉他又防蚊子叮他，又防我叮他，真没必要这么防我。那蚊帐你拉上我也看得见。就因为这样，我3年我都没有去过澡堂，两边都没去过啊。因为我知道，大多数人洗澡的时候他是不戴眼镜的。你说我这个样子，哪怕我默默地走进去，你不晓得多少人会尖叫着跑出来。我也没办法说，我走到门口我就把衣服脱了，然后我尖叫着跑进去。也不是没洗澡的意思哈，洗了的，洗了的。我3年都是自己拎着水桶去厕所里面洗的。那个厕所里面隔间又很小，基本上就属于是有桶就没我。你往那个水桶里一站吧，耶，水又没了。我后来还是去了一次那个澡堂，我是等到我毕业那天，我等到全校的人都走完了，我说时候到了啊。3年我交的学费跟他们一模一样多，就那个地方我没去打过卡了。我那天心想，我说来都来了，我两边我都去一下。但是这个事情里面最难确认的就是人全走完了这个事儿，我就只有朝着那个澡堂里面大喊，我说还有人吗？还有没有人啊？我知道这个行为非常的此地无银300两，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要先确认此地无银。要是有银，我就说我是包姐。我那天真的好兴奋，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进女澡堂，我拎着我那个水桶我就进去了。我一进去我就发现根本不用拎水桶，就是你目光所及之处皆是花洒。我说老子把这些花洒全部给它打开，然后我在里面奔跑。我说啊，全是凉水。我到现在都 PTSD 了，真的，我到现在我都怕把场子整凉。哎呦，我真是我到现在都没有进过女澡堂了。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的错，但是我确实也不知道该怪谁。直到去年，我去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我去年去加拿大演出的时候啊，本人已经把专场开到加拿大了啊。
哎呀，还没等到天真节，已经走向国际了。现在，我一落地加拿大，当地的朋友就说要带我去一个好地方，去裸体海滩。哎，你们不要有任何期待哈，也不要想象，尤其是不要想象我。我当时一听这4个字，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我说要门票吗？因为我感觉这不是不花钱就能看的，你知道吗？我那天走的路上，我都走得飞快，我生怕我到晚了，他们都穿上了。但是我一到那个海滩，那个画面映入眼帘的时候，妈呀，对我来说冲击太大了，我根本没有一点缓冲。整个海滩上各种各样的人，男女老少一丝不挂，你就感觉整个海滩上全部都是蛏子，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我当时都说不出来中国话，我说 Oh my God， 你真的吓到我了。我当时脑子里面冒出来一大堆英语，什么 amazing， 我英语都是从消消乐里面学的。我当时感觉那个消消乐在海滩上能把那些人全部消了，真的。但我下一秒钟我就在想，我说他们都不怕手机被偷吗？我想了一下，应该也不怕。你看他手机偷了，他也没地方揣呀。但我居然第一次因为自己穿着得体而感觉到有一点点不得体。在那个场景里面，哪怕我跟大家都不一样，我没有听到任何人在我旁边发出那种没有这种声音。我知道外国人他不会，但是我更没有听到有人在我旁边 dying。所有的人看向我的眼神居然都是平和。我当时看的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了，我说我是不是也应该慷慨一点，咱们也应该礼尚往来嘛。但是我们东亚人真的有脱不掉的长衫。我们是好几个朋友一起去的，我能感觉到大家都有点那种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尤其是月月超级欲试。但是我能感觉到每一个人都在那种来都来了和还要回国中间徘徊，好像都在想说早知道我就该自己来。我承认我一开始想去这个海滩也是想去看个热闹，但我没想到我只看到了平静。你在那个海滩上你看不到任何的社会地位高低贵贱，你只能看得到一模一样的生命。我那天站在那，我看着一海滩的蛏子，我好像懂了一些人称道理。人和人的本质没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只是选择而已。你看那片海滩上，大家各有各的选择，有的人就选择了散步晒太阳，也有人选择去练瑜伽打排球。原来不穿衣服还能干这么多事儿呢，我以为只能洗澡呢。但是我也做了自己的选择哈，我选择了不脱，我选择下次自己去单独脱。我回来过后，其实一直都因为那天没有在那个海滩上把衣服脱完，感到有一点点懊恼。但我脑子里面一直闪回了那天沙滩上有一个老奶奶，一个白人老太太，她是一头白发，什么都没穿，她手上举了个纸板，在那个沙滩上走来走去，纸板上印了一个单词叫 optional。我英语真的很差，我回来查了一下，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可选择的，非必须的。我想了一下，我留短发是 optional， 去不去澡堂脱不脱衣服也是 optional， 天真不天真录不录综艺那也是 optional。 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 optional， 但你记住，如果你也要去那个海滩，不带朋友是 must。 好，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谢谢。分享一下去年的一些事儿啊，朋友们，我去年应该有朋友知道我得了个小病，这儿做了个小手术，甲状腺癌，但是已经好了，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所以今天我不是要给你们讲这个病，我主要给你们讲一下投资。因为我几年前给我自己买了一份保险，我这个病它能赔16万。
16万什么概念？那是16个 W 啊！可以说是得之我幸。我确诊当天，我在那个诊室里面，我都不敢笑出声来，老子把那个嘴巴都咬烂了，真的。在那个诊室里面，我没有恐惧，只有贪婪。跟医生聊完过后，我才敢仰天大笑出门去。那个医生追在我后面说：“你不要疯啊，医得好啊！”我当时在心里面盘算了一下，我说16万啊，16万，我交完手术费、住院费、杂七杂八这个费那个费，我加上亲朋好友给我的红包，哎，我到手还能剩16万。当时医生就问我说：“他说你要住普通病房还是高端病房？普通病房要等。”我说：“等什么等？我们有钱人时间很宝贵的。”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有一天能在全中国消费最高的城市上海，我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办卡。我那天去办住院卡的路上啊，上海的天气都很好，空气也很香甜，我心情好好，一路走一路唱，我说：“夕阳照着我的甲状腺，甲状腺，保险赔我16万，16万。”当时医生跟我说：“他说你住5天你就可以出院了。”我说：“5天，根本就不够老子消费的，整个住院部的葡萄糖我都可以本人买单。”医生当时跟我说：“他说高端病房3800一天。”我说：“那咋了？3800又咋了？亲朋好友来看我，那个病房我都可以请他住2天。你别说2天了，我住他2个月又能怎么样嘛？”我一算，22万8。不够。但我确实最感谢的人就是5年前我那个保险代理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在一个末班地铁上碰见他的，那天那个地铁上空空荡荡，他刚好就坐在我的对面，而且我注意到他是因为我们俩看起来都很疲惫，而且同时叹了口气，好有宿命感啊。结果下一秒钟他就开始给我推荐保险。他说他1个月没开单了啊，他就开始劝我。他说你虽然现在一无所有，但你到了30啊，那不一定，那就有病了。而且越重的人越危险，你就应该买一份重疾险。而且像我们这种穷人就应该富贵险中求。他好燃呐，但我一句好话都没听到。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从他说的话里面，我听到了一种人生未来的希望。我当时被他那个幽默已经冲昏头脑了，我直接把那个保险买了，一买就交了5年。当天那个地铁可以说是呼啸而过，我到后来才知道，那天我已经站在了风口上了。办完了住院，我就开始准备理赔了。我美滋滋的点开我那个保险 app， 上面显示了4个大字：保单失效。我当时跟你们反应一模一样，我说什么意思啊？失效应该就是有效的意思吧？我那个保单已经变成灰色了，我感觉那个癌细胞扩散到手机里了。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已经错过了交费时间，保单已经失效半年了。我说失效就是有效的意思吧？他说好笑。我那个保险代理人他也转行去干别的了，根本没人提醒我交费。老子当时在那个高端病房的走廊上，我像那个疯了的可云。我说保单，我的保单。喊过来2个保安，我心想你们来的也太是时候了，快点快点把我抬到那个普通病房去。我去查了一下，我去年最后交费的期限刚好就是去年喜剧之王单口季的总决赛现场，我就在这个舞台上录制，老子穿个裙子，我心里只有喜单没有保单，我哪里顾得上保险？我连保险裤我都没穿。我朋友后来问我说：“你那天到底干啥去了？怎么能没买呢？”我说：“我搞笑去了。”而且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根本不是那个保险。我跟你们说，那个高端病房，它高端就高端在它安静，整个住院期间不允许任何亲朋好友来探视。我保单没赔上就算了，老子红包也没收到。
你把人给我拦在外面，我可以理解；你把红包给我塞进来啊，你货币给我流通进来啊。你医生不要，我要啊！我手术当天做完的，全麻是第2天醒过来，我真的天都塌了，我那个线上转账也变成灰色了。光是超过24小时自动退还的都有5笔，3800一天的那个高端病房，我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节约。我说要不然给我少打2袋葡萄糖吧。我跟你们说真的，我把我带去的所有衣服在那个病房里我都洗完了。本来让我住5天，我第3天就想走了，我衣服都晾干了。那个医生说你脖子这儿这个伤口应该还要再养一养吧。我说我吗？我已经好了。不信你看，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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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出院过后，把我没有交保险的这个事情发了个朋友圈，好多人给我点赞啊。我那个保险代理人没有给我点赞，因为他真的很忙。他后来转行，他去讲脱口秀去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保险代理人叫王悦。在5年前的那辆末班地铁上，他看着对面车窗里的自己，1个月没开单了，马上就要被开除了，感觉人生快完了。他一咬牙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他肯定没有想到过人生无常，当年那份保险不是他最成功的投资，他最成功的投资是他拿着那笔佣金去给自己报名了一个脱口秀培训班。也是后来才知道，那些培训资料网上就有。那天地铁到站了，卖保险的那个王悦一直留在了那扇车窗里面，而我下车了，走到了这里，跟大家说，买保险一定要记得连着交。谢谢大家。第1轮的演出就讲了一个关于痛经的一个段子，大家看了吗？我讲那么多的段子，现在网上很多的人只记得一个事儿，就我讲了我的胸型长得像一个8字。前2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朋友，他发了一个视频，他跟他朋友打麻将，打出去一张8万，喊了一声王悦，我都不敢往后拉，我怕桌上有人喊碰。我想直接给他评论，我说这个王悦可以胡，但不可以碰哦。其实我刚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胸就长成这个样子，也不要一直盯着看哈，就是我妈妈当时给我买了2件调整型内衣给我穿，我当时就是初2、初3的样子，正是一个喜欢打篮球的好年纪，我就会穿着去打。但是那个内衣的钢圈啊，真的梆硬，有的时候穿着穿着它会跑圈，你知道吗？那钢圈一戳出来，真的扎心了，老铁。而且调整型内衣有一个特点，它特别紧。我每次穿上它，我需要调整我自己的呼吸。我穿着内衣在操场上，每次刚刚这么一投篮，那个内衣直接穿上来，卡在我的脖子上，顶到我的下巴。就那场比赛全程甚至都没有人防守我，我被我自己的内衣防得死死的，我都不敢拿着球，不敢投篮，一投篮下巴就被盖2个大帽。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海绵太厚了。那个海绵厚到你有的时候直接扯出来，可以拿去洗碗。有时候你把它扯出来，它甚至就是一个碗。你这样夺它一下，它半天都弹不回来。打篮球嘛，难免会有一些肢体上的触碰。有一次我打着那个男的突然就给了我一下，立马就给我道歉，他对不起，我犯规了。我说啊，没有吧？我的感觉你没有碰到我。他当时就看着我哕下去了半边胸，半天都没有弹回来，他吓惨了。就围着我一直看，他说你这个，你确定你没得问题哦？你8字都只剩1撇了。当时全操场的男生的
了围过来看我了，我真的觉得很尴尬。但情急之下，我就只有把另外一边也摁下去了。但是这个调整型内衣我穿了1年多就没有穿了哈，因为它确实跟我的八字不合。我妈妈也放弃了，她发现我把每一件调整型内衣都穿成了我自己的形状。我的胸有自己的 slogan，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做自己。但我最近因为出差越来越多啊，一次性内裤变成了我现在的生活必需用品。我这个身材真的很难买到大小合适的，其实网上很多商家的我都买过，最大号的我穿着都小，穿吧也穿得上，脱下来得剪开。而且一次性内裤真的太薄了，我就拿着那个内裤看，我直接看到了我的掌纹，我感觉它沾点水能当面膜，这真的是个宝贝哈，拿在手里怕碎了，穿在身上怕化了。一次性内裤你首先是个内裤吧，你要保证你最基本的功能兜底。你有这么透气的材料，你拿去做内衣呀？我感觉我这辈子真不容易，我买个内衣比我八字还硬，买个内裤比我命还薄。今年3月份我去加拿大演出去了，也演到国外去了哈，现在哈。315刚好就爆出来一次性内裤有问题，而且是安全问题，我当时真的天都塌了。你说你小我也认了，你薄我也认了，你跟我说这玩意儿有毒，那臣妾真是错付了。就好像你扛着香火去庙里，山高你也认了，路远你也认了，一到庙门口跟你说住持被抓了。专门看了新闻，他说这个东西不卫生不消毒，最重要的就是荧光剂超标。什么意思啊？把我们全部整成萤火虫。我穿这个内裤唯一的好处就是走夜路再也不用害怕了，老子自己就能开远光灯，真的。我当时一下觉得特别沮丧，我都穿过太平洋了，我都没有穿过一条合格的一次性内裤。我当时就看着那一堆漂洋过海带过去的问题内裤，穿吧可能会出问题，不穿吧也没有人知道。那几天我去了路易斯湖，我路过了尼亚加拉瀑布，我甚至站在一个国际的大舞台上，享受着雷鸣般的掌声，但我还是觉得很空虚，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底。我妈妈当时看了新闻过后也是爱女心切，一气之下把我在家里面囤的40条一次性内裤全部给我拿去洗了，加工成2次性内裤。她非要说这个东西拿开水烫了就变干净了。我说那些做脏内裤的是因为烧不开水吗？还隔着时差给我发视频，就坐在客厅里面把我一次性内裤一捆一捆的往开水里下，下进去就散开了。我感觉他在烫响铃卷儿。我从加拿大回家那天，我家阳台上甚至多了一道窗帘。我心想也别加拿大了，大家拿，谁愿意拿谁拿。我看了都害怕，我怕邻居举报我们家，说这里才是制造一次性内裤的窝点。但是我最近终于买到合适的一次性内裤了哈，是一个孕妇用品。太好穿了，真的。但我每回都会把包装扔得远远的，我怕别人给我抱出去，说你别看他在台上留个板寸，私底下孩子都有了。就是最开始买的时候不会选尺码，我一点开里面 S 号到9个叉，我不知道我是里面哪个叉。客服给我说你怀到几个月就是几个叉。我先买了个2个叉的不行，又买了个3个叉的也不行，后面我才知道我的宝宝6个月了。但现在商家都懵了，我这个账号买6个叉，足足买了6个月了。
这怀的是个哪吒吧？是？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逼得单身做孕妇，逼得月子坐月子。我的要求真的很低，我就想要一件舒服的内衣，一条合格的内裤。你不要把我整得喘不过气又兜不住底的。而且那些做毒内裤的商家，你抓进去过后，日子也别让他们过得太舒服，就给他们穿调整型内衣，钢圈最硬的那种，穿大个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把他们全部都聚拢起来，唱铁圈累。反正他们又不怕累，他们的良心又不会痛。我觉得这个才是调整型内衣最该调整的地方。大家好，我是乐。有没有觉得最近2年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一会儿打仗，一会儿贸易战。我这个眼镜是进口的，有点磨损了，想买一副新的，碰上了加关税，也没舍得买。这个世界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清。小某书也看不懂，上面的生活有点太精致了，不太像真的生活。我倒不是说我多么清醒啊，就是我这个人很难被图片给迷惑到，你懂吗？我是不会被荼毒的，也不会跟着那些图片去打卡的，因为打卡清单就是 to do list， 你知道吗？刷起来也费劲，得配合着读屏软件。碰到字儿，他就给你念出来；碰到图片，他会给你大概的描述一下有什么，戳穿了一切。刷到过那种文案吗？梧桐区这个展览邂逅夏日呼吸感，读出来是一个人在一幅画前摆姿势拍照。读到本质了，小某书的本质就是摆姿势拍照，啊，非常无情啊，没有 IP， 没有品牌故事。Hello Kitty 叫蝴蝶结猫，拉布布叫呲牙兔，高档白酒叫瓶装致癌物。有些东西就是看不见了，你才看得见。瞎子就不会盲目跟风的，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对这个东西这么警惕呢？因为这些还算是那种包装起来的洗脑，我每天面对的是那种直接的洗脑，就感觉 U 盘直接插我脑子里了，一进电梯就来了，找工作跟老板谈，跟老板谈，跟老板谈。牙线是谁的妈妈，谁的妈妈，谁的妈妈。摔跤，摔跤，老摔跤，孩子走路老不稳太难，那稳稳鞋。我家小区电梯被那个承包了，我一出门就是摔跤，摔跤，摔跤。我一到家还是摔跤，摔跤，摔。我心想，摔跤会不会不是鞋的问题？你要不带孩子去医院瞧一瞧呢？孩子摔跤老不好，多半问题在小脑。带点旋律的更加致命。我就路过一个奶茶店，我爱你呀，你爱我。回家跟着他哼了整整1个星期。我在那洗碗呢，洗着好好的，突然就来了，我爱你呀，你爱我。等你意识到你在唱歌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就是个弱智。你洗个碗，你乐啥呢？你乐是吧？你爱吗？你爱洗碗吗？你不就是没洗碗机吗？你不就是？就那么几首儿歌。写点词儿就往里套，一点创意都没有，但真的听得进去。这么高效的洗脑方式，我觉得就不应该用在这儿了，应该用在那种反复强调但是没有一点效果的地方。地铁站台上你就应该单曲循环，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插队，别插队。打思想钢印只需要2只老虎。哎，孩子不搞对象不结婚，过年回家你也别唠叨他，你唱你的歌就完了。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怎么办？不结婚不生孩子，老了以后没人管。
孩子年初2就回上海了。过年外卖都点不着，只能自己做饭。吃完收拾在那洗碗，洗着洗着他就来了，不结婚不生孩子，以后怎么办？原生家庭可以不要，思想刚硬你抹不掉，是吧？信息太爆炸了，我现在有点羡慕聋人。不用听废话，哇！我有个观察分享给你们。什么？盲人不能观察啊？暗中观察不是观察啊。但凡有效的信息，他们都会给配上手语。留意过飞机上那个安全演示片吗？每一次对蓝天的叩问都是全新的探索，从中国到世界，不论是出发还是归来，东航伴你筑梦起航，共赴美好。这段话就没有手语。中间教你怎么使那个氧气面罩那会儿，专门花钱请了个人过来，嘎嘎嘎，他也知道什么重要。安全演示片根本没人看，就聋人。一看见出来比划了，哎呦，保命的知识来了。那个片子里面内容哪天换了，你们根本不知道。哇，真要出事了，一飞机的人在那大喊大叫啊，要死了怎么办呢？妈写遗书吧，是吧？还有一些人为了掩饰内心的紧张，在那唱歌，不结婚不生孩子，以后怎么办？只有2个聋人，无比镇定，一声不吭在那聊天。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啊，你不要紧张。刚才片子我看了，第4排下面有降落伞，你跟我走。但只有2个，不要声张。一飞机的人就我最难受。聋人只听干货，普通人玩手机，我就坐那硬听。我在垃圾里面找点干货。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没有配手语的信息都不重要，不用看，不会死人的。钉钉飞书不用看，不会死人的。刚才这句就是干货。播的时候后期会给配手语的，你们看吧。哎，我怎么说呢？特别烦这种包装起来的这种虚假的那个情感连接，是吧？我喜欢直接的。演出去过80多个城市，每一个高铁出站口都有一帮大哥在那喊：打车打车，出租车正规出租车，打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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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80多个城，只有一个例外，宁波。黑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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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第一次碰到，真的大为震撼。我想把网约车取消了，跟他走。我想看看能有多黑呢？眼前的黑是不是没有他的车黑呢？浙江人真的掌握了做生意的核心奥秘，真诚。所有人都应该学这个，对吧？别那个什么，我爱你什么甜蜜蜜，你就说柠檬水4块，如果你要隔夜的话，只要3块。哎，为什么越来越看不清这个世界呢？因为障眼法也越来越多。个体户不叫个体户，叫主理人。人来疯不叫人来疯，叫 ESGP。啊，也有叫邓超的了，是吧？还有那些喜剧综艺，嘴上说着要给你拓展喜剧的边界，边界没拓出去多少，腾出来那点地儿全给塞了广告了。喜剧的内核不是悲剧，它就是广告。啊，被资本做局了，朋友们。你以为大家上来表达什么的，就混口饭吃啊？哇，脱口秀不是冒犯的艺术，就是混饭的艺术。啊，脱口秀我也越来越看不懂了，是吧？每个人都可以定义5分钟脱口秀，要表达，要好笑，
要观点，要输出。我不太 care 这个东西，但是刷到自己的差评是真难受。说黑灯的专场挺好笑的，看完哈哈哈1个小时，出来不到10分钟全忘光了。还得是线上脱口秀好。我说啊，我干了4年了，越来越看不懂了，什么是脱口秀？什么是脱口秀？然后这会儿手指头滑到了他发的那张演出照片。读屏软件说，一个人在舞台上讲笑话。哎，我相信我的读屏软件，这个世界他最懂。但你们不同意这个观点也没有关系啊。我今天讲什么东西，你们很快就会忘记。你们只会记住不结婚不生孩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嗨，大家好，我是嘻哈。哎，欢迎大家！我给大家做自我介绍，我是一个空姐，看得出来吧？听得出来气血很足哦。应该看得出来，感觉到不好欺负啊。但我刚刚上班的时候，有一次我在客舱服务，我站着发水，我就感觉我的屁股一直在被人摸，我当时都懵了，我本能反应转过去就是你摸我屁股干什么？当时我声音很大，所有旅客都看向了那个旅客，他理直气壮地端着一杯水说：“我没摸呀，我叫你帮我加杯水。”我说：“你叫我加水可以按呼唤铃，你按我屁股干什么？”他也不会亮。同事说：“你声音好大，你就不怕他投诉吗？”我说：“哎，我被摸屁股，我还不能声音大？再说他能投诉什么？下去就被投诉了。”他投诉我说服务态度不好。我领导问我：“你跟旅客说什么了？”我说：“我屁股不亮。”领导说：“你怎么能这么跟旅客说？”我说：“就是不亮啊，你的会亮吗？给我看一下。”经常遇到这类的事情。还有一次，我的一个小同事，一个小妹妹，在客舱工作的时候，被一个旅客要电话。旅客说：“你不给我的话，我就投诉你。”我想办法能要到你的电话，非常害怕，走到后厨房问我姐怎么办。我说：“我跟你一起去。”我走到那个面前，我说：“你是不是要他电话？你连我的一起要了。”旅客说：“我不要了。”我说：“你为什么不要？”他说：“我就是不想要了。”我说：“嗨，电话只想要一个了。刚刚发饭的时候，餐都要2盒。”哦，但这句话我没说啊，我怕被投诉嘛。后来下去还是被投诉了，他投诉我非要给他电话。前不久我闺蜜也是给我打电话，我刚刚下班不久，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在一个工作局上，她的一个工作局上她走不了，让我过去接她。我到了之后，她领导突然站起来说：“哎呦，空姐来了，快点快点快点，空姐来了，快点快点，都在等你，来坐下吃点，都在等你。”我说：“都在等我。”我一看桌上什么都没了，等我干什么？等我来收餐。我刚刚下班又要上班，刚坐下，他领导就递了一杯酒在我面前。我说：“我不喝酒，真不喝了。”他领导说：“哎，你们空姐不是都挺能喝的吗？”我心想，什么叫空姐都挺能喝？你见到的空姐都是站在门口，您好，欢迎登机，15、20没有过，这样吗？没有吧？所以当天我还是压制着情绪，礼貌的跟他讲，我说真不喝了，领导，明天还要上班。我实在是不想跟他多说话，当时脸色也不太好看。只见我朋友的领导脸色一沉，拍了拍我朋友的大腿，说：“你朋友生气了？”我看到噌的一下站起来，你摸他腿干什么？当时我仿佛听到有人说了一句：“他声音好大。”但我就这么一吼，当时在场所有人目光锁定领导，领导一看就是老手，他举起他右边的老手说：“我没摸呀，隔着裙子不叫摸。”我低估了他这张老嘴，我气到浑身发热，汗流浃背。当时左边胸上的硅胶胸贴气到贴不住，咣的一下就掉出来了。
我捡起来想贴回去，突然看到有一只蚊子飞到了领导脸上。应该有一只蚊子。就是有只蚊子。我抓着我的胸贴一啪甩在他脸上，唰一声巨大声，当时领导都懵了。他说：“你打我干嘛？”我说：“没打呀，隔着胸贴不叫打呀。”我想跟他讲，这是一个女人宽广的胸怀拍在你不要的脸上。我手收回来的时候，胸贴依旧在他脸上，显得他脸皮更厚了。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摘脸上的胸贴，一边摘一边看着我闺蜜说：“你朋友挺有种的。”你看，他连这句话都不敢对着我说，因为他知道我真有。而且他但凡有点常识哦，他就知道这不是我全部的实力，因为我还有一个胸贴。回家路上，闺蜜就在车上担心嘛，因为她的领导跟我领导认识，会给我穿小鞋。我说可笑，什么叫穿小鞋？我胸贴都不穿。后来我朋友领导还威胁她，让她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不让她在公司说。好，我上电视上说。说出来是我该做的事儿，又如何是他该想的事儿？领导还跟我朋友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哎，我不退他也阔也空啊！凭什么要求我们心胸宽广，他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哎，我们坦坦荡荡的胸怀都需要遮遮掩掩，他猥琐的大脑凭什么堂而皇之的带出来？我觉得不公平，我建议他出门戴脑罩。爽啊！还有这个领导，如果你不想被骂，你就别做，对吧？如果你做了，你就别怕被骂。如果你觉得今天我骂的脏，哈哈，隔着屏幕也不叫骂。简单如此。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减七啊，我是林减七，然后，谢谢，我也做个自我介绍，我是一个3本艺术生，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导演啊，学电影。我一开始还挺努力的，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广告课，要看大量的广告。我没有会员，看广告之前还得看广告。还有门课叫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运用。我当时一听这课，我得好好上。第一节课，老师告诉我们高密度数字激光视盘的英文呢，叫 Digital Video Desk， 简称 DVD。我说你教我这个，你想让我怎么找工作呀？毕业之后，人家问我你会做 PPT 吗？我说我会刻 DVD。他说你喝点敌敌畏啊。一天就整的没有用呢。写作业也是，我在作业里面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 PS， 老师说我这么写不专业，让我写全称。Adobe Photoshop， 我不会拼Adobe Photoshop， 我就写我修图用的软件是美图秀秀啊。我有一个同学，他不知道修图是什么东西啊，他只在乎修，他说他用的是螺丝刀，老师让他重修啊。但是我也不在乎老师教的怎么差，我只在乎电影本身。所以条条框框的东西我也跟着糊弄，最后那个论文让我糊弄的。我论文写电影的嘛，就为了致敬美国好莱坞和法国新浪潮，我就把别人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法语，再翻译回来。那论文让我写的跟摩斯密码一样，老师让我查重，我都不知道查重是个什么东西，一查60%多，我以为我及格了呢。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是越低越好，改了2行变70%了。
老实说，我这也没办法，就给我介绍了一个降重软件啊，就是由人工智能把我论文和别人论文相似的词，它做一个置换和延伸。就这个东西，它真的是太弱智了。我写电影《喜宴》，给我改成了乐乐呵呵吃饭。美丽人生，漂漂亮亮一辈子。沉默的羔羊，小羊崽子不吱声。你说这？我们拍的作品也可谓是群魔乱舞，根本没法看，但是很好夸。同学给你发过去，你也不用看，你就回他4个字：像贾樟柯。哎，他说：“哥们儿，你真懂我啊！”其实他不像贾樟柯，其实他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一个班12个贾樟柯，科班出身。我们也确实没有艺术的本领，只有艺术气质，那样是不被理解的啊！都去懂这个世界了，没有人懂我。我记得我毕业之后，长发飘飘去兼职少儿美术，小孩也不懂我，很伤我心啊。他们管我叫大美女哥哥。我说你好好上课啊，小朋友老登。很残酷啊，找不到与艺术有关的工作，很残酷。比如说我大学有一个同学，他每天就在看苏联电影，非常喜欢看苏联电影。他是真正的爱好做到了职业，他现在在景区卖俄罗斯套娃。我也是啊，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是保安啊。保安家族。当时还沉浸在这个艺术的自我陶醉里啊。队长让我调一些监控，我调一调我就看进去了。现实主义长镜头，太文艺了，谁拍的？30天的一镜到底。那演的也自然，警察要不告诉我，我都没看出来是小偷。虽然毕业之后不在这个行业了，但还是保持着这个行业的敏感啊，算是最后一点点坚持。我现在还是坚持用原倍速看电影，但我发现好像大家对看电影没有什么耐心了。我有一个朋友，他看电影他就得3倍速的看，他看什么都得3倍速，他看闪电侠也得3倍速。我瞄了一眼啊，我都没看见闪电侠。而且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总有一些人会打扰你。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封神》，我后面坐了一对父子，然后电影里面妲己刚出场准备脱衣服洗澡的时候，后面爸爸跟儿子说了一句：“你把眼睛给我闭上啊！”哎，他说的太大声了，我以为是电影里面的呢。我说这块字幕怎么没对上呢？啊？那电影都上架了，让你爸拿下。而且就是很多人呢，还会在这个电影院里拍一些照片，然后发到朋友圈里。他们说的也很有道理啊，就是说我只拍了1张图片，我又不会剧透什么。那我朋友圈也不是就你一个微信好友。我记得那阵复联上映的时候，我刷朋友圈，刷到了一张一群人在参加一个不知道是谁的葬礼。再往下一刷是受伤的钢铁侠。在我朋友圈玩倒叙呢，还不剧透电影。如果你能1秒刷24个朋友圈，你甚至能发明电影。但是也没有什么立场说人家，没有什么立场说盗摄。你不能前脚说人家盗摄，然后后脚就猫被窝里看盗版。我现在也有点受够了，就我看的所有盗版电影，它的场景都发生在澳门新葡京。这个东西真神啊！只要你是视频，就有澳门新葡京。他不管你什么综艺、电影、高雅低俗，他都有。如果你在这个盗版网站上看过《孤注一掷》啊，
非常讽刺啊！你播放它是反诈，暂停它就是诈骗了。你播放是荷官发牌，暂停荷官还在发牌。所以我也无所谓了，我也随便了，反正我这段播出之后也会上盗版。那我就不麻烦他们了，我自己来。澳门新普京献上最刺激的老虎机游戏，100万大奖等你拿！新普京娱乐城，您的不二之选。这是我上节目之后念的第一条广告。到时候播出肯定会有电视观众一晃神儿，哎，我到底是不是爱奇艺会员来着？其实节目组不让我讲澳门新普京，说这个东西有点太上不了台面。我说我可以隐晦一点讲，我可以简短点，我可以说普京。他说你快说澳门新普京吧。好，讲到这吧，谢谢大家。第三轮了啊，该讲点原生家庭了啊。哎，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开小饭馆的，卖点什么包子、饺子、米粉、面条之类的。我们家的饭馆名字叫好好吃，只有我一个人听进去了。我每天都坐在饭馆里面好好吃，但我们家饭馆的生意还是一般，爸爸妈妈呢就是闲着是闲着，不如就吵点架打点架。饭馆嘛，也需要一些真正的人间烟火啊。我印象里面最深的画面就是两个人忙着忙着，突然就打起来了，从那个店门口打到后厨，两个人简直不知天地为何物。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你一盆肥肠，我一盆牛肉的互泼。我们店里面有些顾客明明点的就是一碗素面，吃着吃着就变成了臊子面。而且我是来了上海过后，我才知道你们这边管臊子叫浇头。我觉得这个叫法简直太对了。我爸妈就是这么用的，而且也是来上海待久了过后，我才知道你们这边管这个叫家暴。我觉得这个叫法简直太对了，因为我妈就没赢过。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紧张啊，我当时的家庭氛围就是这么紧张。你们反正就紧着听吧，我松着讲啊。反正这些事儿，我觉得说出来又如何嘛，是吧？每次我爸爸妈妈一打架，我妈妈就会披头散发的跑回娘家。娘家人没有那么好惹的，马上就要选出一个代表，去讨个说法回来，就选了我舅舅。我舅舅长得跟我一样高，已经算是我们家里当时最高的了，看起来就挺好惹的。我舅舅每次来到饭馆门口，两个袖子往上一撸，站在门口大喊出来，那就是他那天说过最狠的话了。就两口子闹矛盾，家里面的人一般就是坐下来吃个饭，就当无事发生了。我舅舅本来还很生气，但他吃着吃着就开始晕碳了。跑回去唯一的说法就是这个回锅肉还挺有说法的。就我们家的日子就开始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起来了。妈妈一回去，舅舅就会来；舅舅一回去，妈妈就回来。我舅舅后来都三高了，所以我爸打我妈这个事儿，最难消化的人不是我妈，是我的舅舅。直到我4岁啊，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过。我舅舅趁着唯一一次还没有吃晕碳的时候，就悄悄地跟我妈说：“抛嘛，不行就抛。”我舅舅实在是不愿意吃回锅肉了，我妈也决定要跑，她就开始偷偷的在饭馆里面存钱。那个时候卖一碗面，她能存5毛；卖一笼包子，她能存3毛。所以有段时间，她经常就在店里面给客人推销面条。其实每个吃过我们家面条的客人都助力了我妈的逃跑计划。我都在想，幻想我妈妈逃出去那一刻，别人越狱是 freedom， 我妈妈出走 noodle。一个凌晨，像往常一样，我爸爸还在熟睡，我妈妈已经系好了围裙，从家里去饭馆的路上突然就消失了。我后来问他，我说你到底是什么契机决定要走的？他说当年有一部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叫《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有看过的吗？有看过的吗？看过的你们也有点年纪了哈，你们反正是。我妈确实太喜欢跟陌生人说话了，她不说话的话，饭馆的生意会更差。就这个电视剧把我妈妈一个艺人都听 emo 了，她看着看着就在想说啊，还能这么打？越往后面看越说，哎，还能这么跑？我妈跑了过后，其实我爸爸那边的所有三亲六戚都对我爸爸发起了直达灵魂的羞辱，就问他说：“你连你老婆都管不住，你算什么男人？他在存钱的时候，你到底在干什么？怎么可能就找不回来呢？中国就这么大。”我爸爸真的受不了羞辱了，他决定学习冯远征，亲自远征，去我妈妈娘家找人。其实我妈妈就藏在村子里，但村子里所有的人一看我爸爸来了，平时最爱扯闲话的几个大娘就靠在村口，你一句我一句的，几个人就，哎呀，那个跑了，跑到上海去了，不是上海，北京。哎呀，你们都搞错了，跑到美国去了。我爸爸听完过后说：“难怪我说怎么中国找不到啊。”我妈其实最后是通过失踪2年才成功的自动跟我爸爸离婚的，所以法院判决那天出庭的人只有我和我爸。我觉得我妈妈挺勇敢的，她的缺席让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看不见的女性。因为他知道挨打的他离不了婚，他就只能成为那个消失的他。我知道你们现在又紧张了啊，但当时法院的氛围就是这么紧张。你们紧着听吧，反正法官是松着判的，把我判给了我爸爸。当时他对着4岁的我说：“小朋友，你是想跟着爸爸呀，还是想自己出去单干呢？”我妈其实中途一直都有偷偷的联系我，所以在我成长的每一个重要的节点，我都有一个看得见的妈妈。其实我小时候并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跑，我长大过后我才开始真正的不理解，我都不懂她为什么不早点跑。我就问她，我说你为什么非要忍到我4岁你才跑呢？我妈说，她说因为我在存钱。我就问她去哪儿了，她说从云贵川跑到江浙沪，从大西北跑到北上广。我一听跟我去年专场巡演的路线一模一样，但我是背着包袱去讨生活的，我就在想我妈是怎么生活的呢？我觉得我低估了我妈妈，她是系着围裙跑的，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跟一个扛着梯子的男人一样，可以随意的出入任何的公共场合。就哪怕是联合国开会。我妈去了，保安一看到她，她说：“哇哦，包子饺子普利斯。”就算哪天她真的饥肠辘辘无处可去了，她甚至可以随机混进一个饭馆 ，cos 里面的服务员，自己给自己打员工餐吃，就被人发现了又能怎么样呢？跑嘛，反正从饭馆跑她熟。而且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现在跟我的妈妈生活在一起。我在成都的郊区买了一个小房子。其实我从中专毕业过后就一直在疯狂打工存钱，直到我接触了喜剧，我发现演一场即兴喜剧我可以存200，演一场单口拼盘我可以存300，所以有段时间我就特别爱演拼盘。因为我知道爱拼才会赢。我妈妈看我这么疯狂的存钱，她也挺紧张的，生怕我要跑。我说：“妈妈，这个家没有人需要再跑了。”谢谢大家，我是王悦，谢谢。Hello， 大家好，我叫谢谢。不客气。我高中是在河北衡水中学上的。对，那是一个很卷的学校，有个同学卷到吃饭不到5分钟，动作非常快，感觉走的应急通道。这些同学吃饭就是去食堂买个包子，塞进嘴里，一边往回跑一边嚼。我没有把衡中学生妖魔化，因为没有哪个妖魔会这样折磨自己。我倒是觉得妖怪，
应该衡中话。你看《西游记》那些妖怪，他们但凡有一个能接受生吃唐僧肉，这些妖怪就应该抓到唐僧，就往嘴里塞，一边往回跑一边嚼。等孙悟空追上一看，说：“哟，师傅已经走了，那咋办？上会儿自习吧。”我当时在那个学校卷不过他们，每次考试都有很多题不会做，我就很焦虑，我爸也跟着焦虑。高考前夕，我接到我爸一个电话，问我准考证号、考场号、座位号，我当时都懵了，我说：“爸，你要替考啊？”我爸说：“不是，我去帮你拜菩萨，要提供你详细的个人信息。你最后考试结果出来以后，不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是菩萨的原因，就考上了北京大学。”别急，往后听。那是我高中3年考的最好的一次，主要是我们那年高考数学题很难，听说河北省平均分才40多分，那年很多衡中学霸都考崩溃了，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在一张卷子里面见过那么多不会做的题。我见过，简直是我的舒适区。那年考试心态很放松，学霸们没有经验，但我无他，为首数二。最后考得也比他们好，毕竟你说一群刚瞎的人，怎么可能比黑灯走得快呢？最后我那年的高考总分正好是北大的本科批录取分数线，1分不少，1分不多。我很庆幸，我的努力不仅没有白费，也没有浪费。不愧是北大，分数线定得真准，是不是偷偷估我分了？入学之前我就计划好了，大学我要好好放松放松，衡中太辛苦了，我要报复性摆烂，我要荒淫无度，每天早晨睡到8点我再起床，我要带手机去教室，一到课间我就玩手机。一顿饭我要吃10分钟，我要坐着吃包子。入学以后，我室友说：“不愧是衡中的，大1就要考研呢。”但我很快就发现，就算真的努力也没有用。当时去的是英语系，里面大部分都是那种外国语学校的保送生，他们英语水平达到专业8级左右，听说读写样样精通。而我，是一个小镇做题家 ，little town homework doer。每天英语系全英授课，老师同学们谈笑风生，我听不懂。我一个中国人，感觉自己在中国留学。拿查词典来说，同学们查都是那种牛津英文词典，用英语来解释英语。我试过，我查1个生词，蹦出来48个生词，我得再查48个生词。我要查的单词数量指数型增长。用英文词典有一种道家的感觉，1生2，2生3， 3生万物。我都恍惚，我说用的是牛津词典，它还是有道词典。挨个查词太麻烦了，所以我后来有看不懂的课文，我都直接拍照问夸克 ，AI 相机就能整页翻译，拍照问答、图表分析，样样在行。感觉比起我，夸克才更像一个北大学生。我也试过努力学习，但是基础差得太远了，实在是跟不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北大要把我这种差生招进来。我成绩是班里最差的，属于是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正是在下。每天都很焦虑，我都想，你说但凡有1个人成绩比我差呢，跟他一比我都没那么焦虑。想到这儿，我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北大要把我招进来？北大需要我，你说每天学习学给谁看的？就学给同学们看的。跟我一比，他们就不焦虑。木桶效应里面长板短板都不重要，一个木桶想盛水，你得有底下那块板。什么面子里子，我是北大的底子。这个世界我懂了，哪里都需要我们这种差生。现在学习压力那么大，就应该在每个高校都投放差生，然后给我们发点工资。我们可以当全职差生，每天的工作就是学习，但是学不明白。然后去那些优等生面前抱怨说：“哎呦，这知识也太难了，这个世界谁懂啊？”我觉得这样不仅能够为那些社会的栋梁们在校园里提供情绪价值，还能够解决差生的就业问题。反正我们毕业也找不着工作，干脆不毕业，留校任差生。你们也别觉得差生这个活好干，我们得时刻注意着，千万不能学会了。毕竟我们不是傻子。日积月累，到个35岁左右，学的差不多了，成绩跟优等生一样了，被优化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毕业了。35岁，我们差生从大学毕业了，优等生从大厂毕业了，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好，讲这，谢谢大家。嗨，朋友们，嗨，稍微先解释一下这个手哈，就是在刚才休息的通道里边，因为太暗了，摔了一跤啊。想过在这轮输给堂姐，没想过输给黑灯。啊，正式开始了。我叫于博啊，说实话，比到第3轮没有想到，但是压力真的很大，因为前2轮比的还可以。第1轮6块金牌，哥们儿上来就拿了一个。第2轮上来就给用，非常符合我的消费观念，兜里有就得花。啊，用了一块复活金牌，现在是全场唯一的活死人。说实话，这个月一直在自我怀疑，是不是太差了？我就是那种很容易自我怀疑，然后逃避面对的人。来了上海这么长时间了，我是因为觉得自己英语差，不敢和外国人说话。但不是说真的差，英语还可以高考，但就是自卑。我在想，我是上海本地小孩，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我长大肯定落落大方。我说 homie， let's go neighborhood right？ homie 哈，因为我是活死人。我哪管是省会小孩呢？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我妈也会自信地推着我去背英语课文，对吗？新概念 ，Last week I went to the theater， 快点，张嘴，别逼我干你，快点。但我是农村小孩，我小时候见过外国人，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侵略者。在农村见着外国人是我一生的阴影。在老家见着2个白人，我说这是啥呀？怎么了？八国联军撤退没通知你啊？怎么东西拿到大英帝国博物馆给你俩落下了？我妈让我去说话，我能说什么？我说兽首是中国的。他说哥们儿，我也是中国的，我少数民族。还是来了上海，因为自卑感到落差。就是来了上海才意识到，原来英语是一门语言呢，它怎么能拿来交流呢？我们的英语只是一门学科，落在试卷上，还交流。我们的英语学的跟捧哏似的，最多保证话不掉在地上。还什么听说读写，我们就是嗨，没听说过。天天读写。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人还是个硬盘。啊，不是说为了抖一个谐音梗，是因为我们那年黑龙江英语高考英语不考听力，不是说真的不考，就是播放但是不算分儿。
高考当白噪音放。我们训练的不是如何听懂外国人说话，训练的是如何在外国人说话的时候屏蔽，专心干自己的事儿，快点！阅读理解，写作文，快点！长大了，外国人说话不是听不懂，听不见。一听着外国人说话专注，出国都没有工作，特别适合给外国人做美甲。叭叭说两句话，给手指甲当答题卡涂满了。只能做美甲，不能纹身，因为忍不住想写作文。回家一照镜子，后背是地儿里滑。英语学得很尴尬，对吧？精通掌握，因为成绩还可以，但是绝对不会主动使用。英语学的跟核武器似的。朋友还问呢，说你会不会？我说会。他说那你说呀？我说还没到时候。我方不使用，但掌握英语威慑。别说英语了，来上海中文都快不敢跟别人说了。前两天在路上，一个闯红灯的电动车把我撞了，不是撞的这个，把我撞了。当时我挺生气的，因为我占理，我说你闯红灯是错的，你道歉。他理直气壮，他说我在闯红灯的时候故意站在路中间，我没有父母，说我在马路中间站着是为了投胎见我的父母，给我一顿骂。在他眼里边，我是一个恶意撞他的孤儿。我是个肇事孤儿。对我进行疯狂辱骂，脑子已经空白了，只有一句歌词说他在朝我扔泥巴。已经迟缓了，场面特别像是植物大战僵尸，我是僵尸，他那嘴里全是植物啊。我当时就看着他，我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不需要规则呀？因为他说着说着，只有我们这种感觉伤害我们，只有我们这种自卑的人才需要规则。说着说着来了一句啊，红灯剩3秒就是绿灯。他说，那你阳寿剩3年就能埋了吗？我就是觉得，怎么有的人狂妄到就可以修改规则呢？你没有办法说服他们，很难。难道说服？当年我们老师让我读说服，但说服从来没有真的读过说服。人怎么能修改多音字呢？这不是欺负那些没有人撑腰的多音字吗？有人撑腰的怎么不欺负呢？啊，单依纯。那粉丝不骂你吗？你搁那犟嘴，哎，如何呢？又能怎？我就是觉得这个社会任何角落都需要规则，这是我们自卑的人的堡垒，甚至别人家。我受不了一去朋友家是吧，当自己家一样，我不能把这儿当家。我真把这儿当家，我就把你撵出去，我不喜欢别人来我家。当时有2个发小来上海看我，当时就是假客气，我说你们2个随便坐。一个哥们儿开始翻我的衣柜，另一个翻我的冰箱，我往那一站，像个中介似的。我这从东北来看我，还来看房的呀？怎么直接拎包入住了？然后2个人吃会儿外卖，一个哥们说在这住吧，另一个说好。我说啊。2个人躺到了沙发上抽烟，很过分，但碍于情面，只能小小的报复他们，在他们抽烟之前拿走他们的火机。做到这种程度了，他们才被迫用燃气灶去点烟。拿完之后，觉得自己很无助，感觉自己特别像是印第安人。有没有可能当年印第安人也就是客气了一下？和第一批下船的欧洲人说，你就当自己家一样。他们直接拎包入住了。印第安人往那一站，欧洲人说在这住吧，另一个欧洲人说好，印第安人说啊。印第安人实在没办法了，才在每年感恩节的时候拿走他们的火鸡。我真的觉得自卑的人的底色和印第安人是一样的，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不会说英语。
第一次在老家见到白人，都是我们一生的阴影。我们就是站在那里不动，他们向我们走来，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但是我希望能永远说服自己。谢谢你们。